請想象一個畫面，地球上，夜色很深，美國加州、澳洲坎培拉、西班牙馬德里3座巨大的深空天線，靜靜對準天空。它們不像城市裡的天線，它們不是用來收聽廣播，不是用來接收電視，也不是用來連接手機。它們在等待一個聲音，一個從太陽系邊緣外面，甚至更遠處傳回來的聲音。那個聲音非常微弱，弱到幾乎不像訊號。它穿越了200多億公里的黑暗，它在真空中走了將近1天，然後才抵達地球。對天線來說，它只是一點點電波；對工程師來說，它是一組數字；但對人類來說，它像是一顆仍在跳動的心臟。那顆心臟屬於一艘太空船——旅行者2號。它誕生在1977年。那一年，世界還沒有智慧手機，網際網絡還沒有進入普通家庭。許多今天習以為常的科技，在那個年代還像科幻小說。可是就在那時，人類把一台比汽車還小的機器送上了一條幾乎沒有回頭路的航線。它不是為了繞地球飛行，不是為了登上月球，也不是為了拍幾張漂亮照片就結束任務。它的目標是太陽系最遙遠的巨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然後它還要繼續往外，直到太陽的風再也吹不到它，直到它進入真正的星際空間。今晚我們要講的不是一艘太空船的過去，而是它的最後時刻。它還沒有死，但它正在變老，它的電力正在衰退，它的儀器正在沉沒，它與地球之間的聲音正在一年比一年微弱。總有一天，地球會收到它最後一次回音，然後一切停止。可是這不是故事的結束，因為在宇宙裡，沉默不等於停止。旅行者2號會繼續飛，它會飛過我們再也無法監控的黑暗，它會在4萬年後接近一顆暗紅色的恆星，它會在幾十萬年後掠過天狼星所在的區域，它會在數億年後仍然跟着銀河系旋轉，甚至當太陽死亡，地球不再存在，人類的名字也許早已消失時，它可能還在，像一件冰冷的遺物，像一封沒有收件人的信，像一個文明投向宇宙深處的最後低語。而問題是，它會死在哪裡？它死後又會去哪裡？如果有一天，宇宙中真的有另一雙眼睛看見它，他們會從這艘沉默的機器身上讀懂什麼？現在，讓我們把時間倒回1977年，回到那個人類第一次把目光投向4大外行星的夏天。第一章，一艘從1977年飛來的機器。1977年的這次發射，看起來像一次普通的太空任務，但它真正抓住的是一個幾乎不會重來的天文時刻。行星並不是固定掛在天空中，它們都在繞太陽運行，速度不同，距離不同，週期不同，大多數時候，它們分散在不同方向。如果一艘太空船想依序拜訪4顆外行星，就像想在一座城市裡搭上4班剛好接得上的列車，錯過一班，整個旅程就會變得極其漫長。但1977年，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剛好排成了一條可以利用的路徑。這不是直線，而是一條由重力編成的曲線。旅行者2號不是靠燃料一路硬衝，它沒有那麼多燃料，人類也沒有能力把足夠的燃料送上那麼遠的路，所以它靠行星，靠木星的巨大引力，
靠土星的重力彈弓，靠天王星再推一把，靠海王星改變最後的方向。每一次飛掠，都是一次精準到令人緊張的賭局。太近，可能被行星引力扯進錯誤路線；太遠，助推效果不夠，角度錯了，下一顆行星就會永遠錯過。所以，旅行者2號的旅程不是一條單純的航線，它更像是一場跨越10幾年的宇宙撞球，而人類在地球上提前計算了每一次碰撞，每一次轉彎，每一次重力的輕推。這就是它令人震撼的地方。旅行者2號不是靠蠻力走到星際空間，它是靠數學，靠耐心，靠工程，也靠一次176年才出現的宇宙機會。旅行者2號於1977年8月20日發射。有趣的是，它比旅行者1號還早16天離開地球，但後來，旅行者1號選擇了一條更快、更直接的路線，率先飛向太陽系外側。所以，名字叫2號的它，其實比1號先出發。這聽起來有點奇怪，但太空任務常常如此。名字不一定代表出發順序，而是代表任務設計、飛行路線以及後來的安排。當年 NASA 之所以敢發射旅行者號，是因為天文學家注意到一個極罕見的機會：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剛好排成了一種特殊的位置。這種排列大約每176年才會出現一次。如果抓住這個窗口，一艘太空船就可以像打水漂一樣，利用一顆又一顆行星的引力，把自己一次次甩向更遠的地方。這叫引力助推。它不只是節省燃料，它幾乎等於借用了行星的力量。木星拉它一把，土星再推它一程，天王星改變它的方向，海王星把它送向更深的黑暗。如果沒有這種行星排列，人類想用同一艘太空船造訪4大外行星，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旅行者2號一開始就像是被塞進了一扇即將關閉的宇宙之門，錯過了，就要再等將近2個世紀。而他，嘿西姆斯，剛好趕上了。第2章，木星。第一場震撼。在旅行者2號抵達木星之前，木星對人類來說，仍然有一半是天文學，一半是想象。我們知道它很大，知道它有斑紋，知道它有一個巨大的紅色風暴，但知道和親眼看見是兩回事。當旅行者2號逼近木星時，木星不再只是夜空裡的一顆亮點，它變成了一個世界，一個沒有固體表面的巨大世界。它的雲層像被撕開的油彩，白色、棕色、橙色、紅色，一條條雲帶在高速大氣中互相拉扯。大紅斑不是一個靜止的圖案，它是一場風暴，一場比地球還大的風暴。它已經存在了幾百年，在那裡，風不是拂過臉龐的空氣，風是可以吞掉整個星球的力量。但真正改變科學家想象的，不是木星本身，而是它的衛星，尤其是木衛一。當照片傳回地球時，科學家看見了不該出現在那裡的東西。火山，不是遠古火山，不是死去的火山，而是正在噴發的活火山。在地球之外，第一次，我們看見另一個天體正在噴發。那一刻，太陽系突然不再像一座冷卻的博物館。它活着，它會爆發，會變形，會把內部的熱噴向漆黑的天空。而在木衛二的冰面上，另一個更安靜的問題開始浮現：那片光滑的冰鞘下面，會不會藏着海洋？
如果有海洋，那裡是否有熱源？如果有熱源，是否有化學能量？如果有化學能量，生命是否可能存在？旅行者2號沒有回答這些問題，但他把問題交給了後來的人類。這就是偉大探測器的意義。它不只帶回答案，它還帶回更大的謎團。1979年7月，旅行者2號抵達木星。那是一個龐大到令人窒息的世界。木星不是普通行星，它像一顆沒有點燃的迷你恆星，身上纏繞着巨大的雲帶、風暴和磁場。旅行者2號把鏡頭對準木星時，人類第一次看到了一個更細緻、更狂暴的木星。大紅斑不是一個簡單的紅色斑點，它是一場已經持續了數百年的巨型風暴，一個可以吞下整個地球的旋轉大氣怪物。但真正改變科學家想法的，不只是木星本身，而是它的衛星。在木衛一上，旅行者號發現了活火山。這是人類第一次在地球以外的天體上看到正在活動的火山。在那之前，很多人以為外太陽系是一座冰冷的墓園，離太陽越遠，世界就越死寂。但木衛一打破了這個想象。在那裡，火山噴發，硫磺物質被拋向太空，整顆衛星像被木星的引力不停揉搓，內部被潮汐力量加熱，最後把能量從地殼裂縫中噴出來。然後是木衛2，旅行者2號看見了一個光滑、冰冷、布滿裂紋的世界。它的表面沒有太多隕石坑，這代表它的地表可能很年輕，可能曾經被更新過。也正因如此，科學家開始懷疑，在木衛2的冰壳下面，會不會葬着一片全球性的海洋？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仍然牽動着人類對外星生命的想象。旅行者2號只是匆匆掠過，卻在那一次掠過中，為人類打開了一整個新問題。外太陽系並不死，它只是安靜。第3章，土星不只是美麗的光環，土星看起來太美了，美到容易讓人忘記，它其實是一台巨大的物理機器。從地球望遠鏡裡看，土星環像一個優雅的光圈，可是旅行者2號靠近後，那個光圈被拆開了。它不是一片平滑的盤，它是無數冰粒、鹽屑、塵埃共同構成的巨大結構。有些顆粒像沙子，有些像房子，有些也許像小山，它們都在繞土星運行，速度不同，軌道不同，密度不同。光環裡有縫隙，縫隙裡有規律，規律背後又藏着衛星的引力牽引。一些小衛星就像看不見的牧羊人，他們用引力整理環帶，讓冰粒不至於完全散開，也讓某些區域被清空，形成一道道黑暗的線。旅行者2號讓人類明白，土星環不是裝飾，它是一座天然實驗室。在那裡，我們可以看見小顆粒如何聚集，看見引力如何塑造結構，看見類似早期太陽系的物理過程如何在今天仍然上演。如果說木星帶給我們的是震撼，那麼土星帶給我們的就是驚喜。它告訴我們，宇宙不只是宏大，宇宙也極其細膩。有時候，真正的奇觀不是一個巨大的爆炸，而是億萬顆冰粒在沉默中排出一場跨越數十萬公里的舞蹈。1981年8月，旅行者2號抵達土星。如果木星像一位暴君，土星就像一位戴着王冠的古老神祇，它的光環遠看像一圈完美的薄片。可當旅行者2號靠近之後，人類才發現，那不是一個環，那是成千上萬條環帶，有縫隙，有波紋，有密度變化，
有被小衛星牽引出的複雜結構。那些環不是靜止的裝飾品，它們像一張被引力波動的唱片，正在以自己的節奏運轉。旅行者2號還測量到土星大氣中的強風，有些風速高達每小時1600公里。這是一個遠離太陽的世界，接收到的陽光比地球少得多，但它的天空並不平靜，雲層深處仍在翻滾，風暴仍在推進，大氣仍在用人類想不到的方式流動。土星之後，旅行者2號原本可以結束任務，它已經完成了最初設計中最重要的目標，但工程師和科學家做出了一個更大膽的決定，繼續飛。下一站，天王星，那將是一個人類從未近距離看過的世界。第4章，天王星，一顆側躺着運轉的行星。天王星是一顆讓人不安的行星，不是因為它狂暴，而是因為它太奇怪。它不像其他行星那樣站着自轉，它幾乎是躺着繞太陽走。如果把太陽系想成一張旋轉的唱片，大多數行星都像陀螺一樣立在唱片上，但天王星像是被某種巨大力量撞倒了。它的自轉軸傾斜約98度，這意味着它的季節不是地球這種春夏秋冬，而是極端到難以想象。一個極區可以連續40多年面向太陽，接着又連續40多年陷入黑暗。如果你能站在天王星雲層之上，你看見的不是我們熟悉的日出日落，而是一個幾乎停在天空中的太陽，或者一片長達半生的黑夜。旅行者2號短暫飛過這個世界，時間很短，但他看到的東西足以讓科學家思考幾十年。天王星的磁場也不正常，它不是整齊地穿過行星中心，而是傾斜、偏移、扭曲，像一個被內部秘密推歪的看不見結構。為什麼會這樣？它的內部究竟是什麼樣子？它曾經遭遇過怎樣的碰撞？那場遠古災難是否把整顆行星撞成了今天這副模樣？旅行者2號沒有停留，它不能停留，它只是用幾個小時看見一個人類從未近距離看過的世界，然後它繼續向外，把天王星留在身後，也把一連串尚未解開的問題留給未來。1986年1月，旅行者2號抵達天王星。這是一顆非常奇怪的行星，它不是像地球那樣直立旋轉，它幾乎是側躺着繞太陽運行。天王星的自轉軸傾斜約98度，也就是說，它像一顆被撞倒的球，在軌道上滾動，這帶來了極端的季節。在天王星上，一個極區可能連續42年沐浴在陽光中，接着又連續42年沉入黑暗。你很難想象這樣的世界。一個地方的黎明不是每天到來，而是半個人生之後才到來。旅行者2號發現了天王星的新衛星，也看見了暗淡的環系。更令人困惑的是，他測量到天王星的磁場並不規矩。這顆行星的磁場不但大幅傾斜，還偏離行星中心，就像它的內部藏着一個歪斜的發電機。這讓科學家意識到，冰巨星不是簡單的冷球，它們內部可能有複雜的流體、導電物質和壓力結構。天王星看起來平靜，顏色淡淡的，遠遠望去，像一顆安靜的藍綠色珠子。但它的安靜可能只是表面，在那片柔和的顏色下面，藏着太陽系年輕時代的一次暴力撞擊，或一段至今還沒有被解開的形成歷史。旅行者2號沒有停下來，它繼續飛向最後一個行星目標——海王星。第5章，
海王星，黑暗邊疆的狂風。海王星在太陽系最外側，它距離太陽太遠，陽光到那裡時已經變得非常微弱。如果你站在海王星附近，太陽不再像地球天空中的火球，它只是一顆非常亮的星。按直覺，這樣的世界應該寒冷、安靜、緩慢，但旅行者2號看見的完全不是這樣。海王星是狂暴的，它的大氣在翻滾，它的雲在高速流動，它的風比地球上最猛烈的颶風還要快得多。那是太陽系中最極端的風之一。科學家很困惑，因為海王星收到的陽光太少，它不該有這麼強的天氣系統。那麼，EDDC 能量從哪裡來？它的內部是否仍在釋放熱量？這些熱量如何驅動大氣？為什麼它能在如此遙遠的黑暗裡維持如此劇烈的風暴？大暗斑的出現讓海王星像是對木星的一種回聲。木星有大紅斑，海王星有大暗斑，一個在明亮的巨行星上燃燒，一個在遙遠的藍色世界裡旋轉。但最震撼的也許是海衛一，它不是普通衛星，它反方向繞着海王星運行。這像是太陽系留下的一條線索。海衛一可能不是海王星原生的孩子，它可能曾經是柯伊伯帶裡的一個冰冷天體，後來被海王星捕獲，被拉進軌道，變成一顆不情願的衛星。旅行者2號還看見海衛一表面的噴泉，氮氣從冰冷地壳下噴出。在幾乎零下200度的世界裡，地質活動仍然存在。這再次提醒我們，太陽系的邊疆不是死的，它只是冷，只是遠，只是等待我們有一天帶着更好的眼睛再回去。1989年8月，旅行者2號抵達海王星。這是他最後一次近距離飛掠行星，此時他已經離地球非常遙遠。陽光抵達海王星時，已經微弱得像黃昏。按理說，這樣的世界應該冷、暗、慢，但海王星再次顛覆了人類的直覺。它是一顆藍色的風暴行星。旅行者2號發現了大暗斑，那是一個類似木星大紅斑的巨大風暴系統，只是顏色更深，像一隻蒸在藍色大氣中的黑眼睛。他還測量到海王星上極端可怕的風速，有些風接近每小時2000公里。這是太陽系中最狂暴的行星風之一。問題是，海王星離太陽那麼遠，能量從哪裡來？為什麼在一個接近黑暗邊界的地方，大氣還能如此劇烈運動？旅行者2號沒有給出所有答案，但它讓我們知道，行星的生命力不只靠陽光、內部熱量、旋轉、成分、壓力、雲層結構，都可能讓一個遙遠世界保持活躍。接着，它飛進了海衛一。海衛一是海王星最大的衛星，也是太陽系中少見的大型逆行衛星。它繞海王星運行的方向和海王星自轉方向相反，這很不尋常。它暗示海衛一可能不是海王星原本的孩子，而是一個被海王星引力捕獲的外來者。也許它曾經來自柯伊伯帶，也許很久以前，它是一個自由的冰冷世界，直到有一天被海王星抓住。旅行者2號還在海衛一上看到了活躍的間歇泉，氮氣柱從冰冷表面噴出，伸向稀薄大氣。在一個表面溫度低到接近零下235攝氏度的世界裡，竟然還有地質活動。這一刻，旅行者2號等於告訴人類，太陽系的邊疆不是終點，它仍然有運動，仍然有變化，仍然有驚奇。海王星之後，
旅行者2號沒有下一顆行星可以拜訪了，行星旅程結束，但真正的星際旅程才剛剛開始。第6章，他帶着10幾雙眼睛，替人類觸摸宇宙。旅行者2號沒有眼睛，至少他沒有像人類一樣的眼睛。他不會驚訝，不會害怕，不會因為看見木星而屏住呼吸。但他有儀器，而儀器就是機器的感官。相機讓他看見光，磁力計讓他感覺看不見的磁場，等離子體儀器讓他觸摸太空中的帶電粒子，宇宙射線探測器讓他感覺來自銀河深處的高速粒子，無線電系統讓他把自己看到的一切變成電波，送回地球。如果把旅行者2號想象成一個生命，那它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生命。它的皮膚是鋁合金，它的血液是電流，它的心臟是鈽238的衰變熱，它的聲音是一束對準地球的無線電波。它沒有大腦，但它有電腦。它沒有記憶，但它有磁帶與數據系統。它沒有意志，但它有一條由人類預先寫好的命運。這艘機器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它複雜到無法理解，而是因為它足夠簡潔，足夠堅固，足夠耐用。它沒有今天電腦的運算能力，它的系統以現代標準看幾乎原始，可是它做到了許多現代設備做不到的事。它在低溫中工作，在輻射中工作，在無人維修的狀態下工作，工作了將近半個世紀。這才是真正令人敬畏的工程，不是最華麗，不是最快更新，而是在宇宙最殘酷的環境裡依然不肯停止。旅行者2號不是一塊會飛的金屬，它是一座小型科學實驗室。它身上帶着多種儀器，有相機，有磁力計，有等離子體探測器，有宇宙射線探測器，有低能帶電粒子儀器，有紫外線和紅外線光譜儀，還有能研究行星大氣、磁場與輻射的設備。在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旁邊，他靠相機看見了風暴、光環和衛星。但在進入星際空間之後，真正重要的不再是相機，因為前方沒有行星，沒有壯麗雲帶，沒有彩色光環，也沒有值得拍攝的表面。前方只有黑暗，可黑暗不代表空無，那裡有粒子，有磁場，有宇宙射線，有來自太陽的最後呼吸，也有來自銀河系的稀薄物質。所以，旅行者2號後半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用看不見的儀器去測量看不見的邊界。他不再像攝影師，他更像一位盲眼探險家。他伸出手，在黑暗裡摸索，哪裡還有太陽風？哪裡開始是星際物質？磁場方向何時改變？宇宙射線何時突然增加？這些資料對人類非常珍貴，因為到目前為止，能夠真正抵達那裡，並且從那裡傳回資料的太空船，只有旅行者號。第7章，太陽其實有一個看不見的氣泡。很多人以為，太陽系的邊界就是海王星，再遠一點，也許是冥王星，但這只是行星的邊界，不是太陽影響力的邊界。太陽並不是安靜地待在中心，它一直在呼吸，它把帶電粒子向四面八方吹出去，這就是太陽風。這些粒子一路向外，穿過地球，穿過火星，穿過木星，穿過海王星，然後繼續往外。它們在太陽周圍撐起一個巨大的泡泡，這個泡泡就是日球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艘船在海上前進時，
船頭推開的水域，太陽也在銀河系中移動。它不是靜止的燈泡，它帶着整個太陽系在星際介質中穿行。因此，日球層不是完美的圓球，它更像一個被風吹歪的氣泡，前端被壓縮，後方拖出長長的尾巴。在這個泡泡裡，太陽還能保護我們一點。它的磁場會擋下一部分宇宙射線，它的風會把星際介質推開，但這種保護不是無限的。總有一個地方，太陽風會變弱，總有一個地方，星際介質會反推回來，那裡就是日球層頂。它不是牆，不是一條清楚的邊線，它更像海水與河水交匯的地方。兩種環境彼此推擠，彼此滲透，彼此重新塑造。旅行者2號抵達那裡時，他不是在穿過一道門，他是在穿過太陽與銀河系之間的邊界。那一刻，他真正離開了太陽的懷抱。我們常常以為，太陽系的邊界就是海王星。錯，海王星只是最後一顆主要行星。在它之外，太陽的影響還遠遠沒有結束。太陽不只是發光，它也不停向外吹出帶電粒子，這股粒子流叫太陽風。它從太陽日冕出發，以驚人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擴散。它帶着電子、質子和磁場，像一場看不見的風，灌滿整個行星區域。這股太陽風在太陽周圍吹出一個巨大泡泡，這個泡泡叫日球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太陽在銀河系裡撐開的一把看不見的傘，傘裡是太陽風主導的區域，傘外是星際介質主導的區域。星際介質是恆星之間極稀薄的氣體、塵埃和磁場。以地球標準看，它幾乎是真空。但它並不是完全沒有東西，它有壓力，有密度，有運動，也有來自銀河系更大環境的磁場。當太陽風一路往外吹，越吹越稀，最後它會遇到星際介質的反作用力，在某個地方，太陽風再也推不動了，那裡就是日球層頂。它不是一堵牆，也不是一條清楚的線。它更像河水流入大海的地方，淡水與鹹水交錯，方向開始混亂，壓力開始重新平衡。旅行者2號就是穿過了這片人類從未真正踏入的邊界。第8章，2018年，他真的進入了星際空間。2018年11月5日，旅行者2號穿越日球層頂。這句話聽起來很冷靜，像一行科學報告，但它背後的意義非常巨大。因為那一天，人類不只是推測星際空間的樣子，我們第一次用人在工作的等離子體儀器，直接測到那裡的環境。旅行者1號早已先一步進入星際空間，但它的等離子體儀器早在1980年就故障了，所以旅行者1號的穿越主要靠宇宙射線與磁場變化來判斷，而旅行者2號不同，他帶着還能工作的等離子體儀器，穿過了那條邊界。他直接感覺到太陽風不見了，那不是逐漸變小的變化，而是一種清楚的轉換。原本從太陽向外流動的粒子，突然讓位給另一種環境，那是星際介質。那是恆星之間稀薄到不可思議的氣體，那是銀河系背景的一部分。我們常說太空是空的，但星際空間並不是完全的無。那裡有氫原子，有氦原子，有微量塵埃，有磁場，有來自超新星的高能粒子，只是它們太稀薄，稀薄到人類的感官無法想象。而旅行者2號就像把一根細針伸進銀河系的血液裡，
它讓我們第一次直接知道太陽泡泡外面的世界到底摸起來是什麼樣子。2007年，旅行者2號先穿過了終端激波，那是太陽風從超音速突然減慢的地方。想象一下，高速公路上的車流原本一路狂奔，前方突然堵塞，車速下降，車輛擠在一起，密度變高，秩序開始混亂。終端激波對太陽風來說，就像這樣，太陽風被壓縮，溫度升高，磁場變得湍急，粒子分布開始改變。旅行者2號在這片被稱為日鞘的區域裡飛了10多年。日鞘不是一片平靜外海，它更像太陽風與星際風互相推擠形成的亂流帶，有時平穩，有時劇烈，有時磁場像被扭成繩索，有時宇宙射線突然增加，又突然下降。這些變化告訴科學家，太陽系邊界不是一個簡單的圓球，它會呼吸，會被太陽活動推動，會被星際介質壓縮，會隨時間和方向改變形狀。然後，到了2018年11月5日，旅行者2號穿越日球層頂，那一刻，他的儀器看見了關鍵變化，太陽風 orthogonality 幾乎消失了。原本從太陽向外流動的等離子體流，突然降到背景水準，粒子環境改變，宇宙射線增加，磁場特徵也出現轉變。這意味着旅行者2號離開了日球層，它進入了星際空間。但這裡有一點非常重要，進入星際空間不等於完全離開太陽系，因為太陽的引力範圍比太陽風的泡泡大得多，遠在日球層之外。還有奧爾特雲，那是一片極其遙遠、充滿冰冷彗星核的區域。旅行者2號要抵達奧爾特雲內緣，還需要大約數百年。要真正穿過整個奧爾特雲，可能需要數萬年。所以它現在的位置很奇妙，它已經離開太陽風的保護傘，卻還沒有完全離開太陽的引力領地。它像一艘船，已經駛出港口防波堤，進入外海。但若從整片大陸的尺度看，它仍在故鄉附近。這就是宇宙尺度最讓人震撼的地方。人類花了近半個世紀，把一艘太空船送到星際空間，可從真正的銀河尺度看，它才剛剛走到門口。第9章，它正在慢慢失去生命。旅行者2號不會像電影裡那樣爆炸，它不會突然燃燒，不會在一道閃光中消失。它的死亡會非常安靜，安靜到近乎殘酷。每一年，它能用的電力都少一點，不是因為電池壞了，它根本不是靠普通電池活着，它靠的是撲負238。這種放射性物質會慢慢衰變，衰變會產生熱，熱再被轉換成電，這就是放射性同位素熱電發電機。它沒有旋轉的渦輪，沒有燃燒室，沒有太陽能板，因為在海王星之外，陽光太弱了，太陽能板幾乎沒有意義。所以旅行者2號帶着一種小型核熱源，把自己送進黑暗。可是波會衰變，熱會減少，電會變少，這不是故障，這是物理定律。工程師可以節省，可以關閉加熱器，可以關閉儀器，可以重新安排電力分配，可以讓一台老機器用更少的能量做更重要的事。但它們不能阻止衰變，不能命令波停止变少，不能讓一艘1977年發射的太空船永遠保持年輕。所以旅行者2號的生命不是按天倒數，而是按瓦數倒數，每少一瓦
就少一點選擇；每關一台儀器，就少一種感覺。最後，它不會失去身體，它會先失去感官，再失去聲音，最後失去與地球之間最後一條線。旅行者2號之所以還能工作，是因為它不靠太陽能。離太陽這麼遠，陽光太弱了，如果靠太陽能板，它早就沉沒。旅行者2號依靠的是3台放射性同位素熱電產生器，也就是 RTG。它們使用鈽負238衰變產生的熱，再把熱轉換成電。這套系統非常可靠，沒有活塞，沒有燃燒室，沒有需要頻繁維修的複雜運動部件。只要鈽負238繼續衰變，就會持續產生熱。只要還有足夠溫差，就能產生電。問題是，鈽負238會衰變，它的半衰期大約是87.7年。這代表每過87.7年，可用熱量就大約減少一半。旅行者2號發射時，電力相對充足，足以支撐儀器、電腦、加熱器與無線電系統。但將近50年過去，它的電力已經大幅下降，而且還會繼續下降。工程師只能做一件事：省電，關掉相機，關掉不再需要的加熱器，關掉已完成任務的儀器，關掉備用系統，重寫軟體，改變資料傳輸策略，把每一瓦電都像最後一滴水一樣計算。這是一場跨越210億公里的節能手術。地球上的工程師不能靠近它，不能更換零件，不能插上新電池，他們只能發送指令，而指令抵達旅行者2號，單程就要19個多小時。如果他回應，也要再等19個多小時，一次問答，接近2天。更令人心酸的是，許多儀器不是壞了，而是必須被犧牲。相機不是不珍貴，但前方已經沒有行星可以拍攝。低能帶電粒子儀器不是不重要，但為了讓任務延長，它也被關閉。等離子體科學儀器曾經在2018年直接見證太陽風消失，那是旅行者2號最珍貴的瞬間之一。但後來，為了省電，它也退出了工作。到今天，旅行者2號只剩下最後幾個核心科學能力。磁力計仍在聽磁場，等離子體波子系統仍在聽星際空間的低語，宇宙射線子系統仍在測量高能粒子，但也已走到關機邊緣。這不是突然死亡，這是一盞燈一個一個變暗。第10章，最後一個訊號會是什麼樣子？旅行者2號的訊號不是一道強光，不是洪亮的呼喊，它是一點非常微弱的無線電。當它離開太空船時，訊號已經很小；當它擴散到200多億公里之外，抵達地球附近時，就更小了，小到需要巨大的深空網路天線，才能把它從宇宙背景噪音中分辨出來。這像是在暴風雪裡聽一根針掉到地上的聲音，又像是在一座城市的喧鬧中辨認某個遠方房間裡的心跳。但工程師做到了。幾十年來，他們一次又一次接收它。有時，他們只是確認它還活着；有時，他們收到新的科學資料；有時，他們必須向它發出指令。但每一次指令都不是即時對話，你按下傳送，訊號要飛10幾個小時才抵達太空船，太空船執行之後，回應又要飛10幾個小時才回到地球。一次簡單的往返可能接近2天。這不是我們熟悉的通訊，這更像給深海瓶中信寫回信，只是那片海是星際空間，所以最後一個訊號
不會像電影高潮那樣壯烈，它也許只是幾組數據：電壓、溫度、姿態、儀器狀態。然後，下一次接收窗口打開，天線對準同一片天空，工程師等待，熒幕等待，地球等待。可是，什麼都沒有回來，不是因為他不在了，而是因為他再也沒有力氣說話。未來某一天，可能在2030年代，旅行者2號的電力會低到再也無法維持科學儀器。那時，他也許仍能傳回工程資料，也許還能告訴我們，溫度是多少，電壓是多少，姿態是否穩定，天線是否還指向地球。但科學聲音會越來越少。再往後，連無線電系統也會撐不住。無線電發射器需要電，電腦需要電，姿態控制需要電，資料格式化也需要電。只要 RTG 輸出低於最低門檻，它就再也無法把訊號送回家。那一天不會有爆炸，不會有火光，不會有戲劇性的碎裂，它只會安靜下來。地球上的天線會繼續指向它，深空網絡會繼續傾聽，工程師會等待1小時、10小時、1天、2天，然後他們會知道，這一次他不再回應了。從那一刻起，旅行者2號就不再是一台正在工作的探測器，它會變成一件沉默的人造物，一塊帶着金屬、電路、記憶、唱片和人類痕跡的孤獨碎片。但請記住，沉默不代表停止，它仍然會飛。第11章，沉默之後，旅程才剛開始。對地球上的物體來說，停止很容易，車會因摩擦停下，船會因水阻停下，飛機需要持續推力，否則就會下降。但太空不是這樣，星際空間幾乎沒有阻力，沒有空氣，沒有海水，沒有地面摩擦。如果沒有東西阻止你，你就會一直動下去。這就是旅行者2號死後仍然前進的原因。它不再工作，不再傳訊號，不再測量環境，但它的速度仍然在，它的動量仍然在。宇宙不會因為它沉默就讓它停下，這點很反直覺。我們習慣把生命和運動連在一起，活着才會前進，死了就會停止。可在宇宙裡，一台死去的機器也能飛躍數十億年。它不需要知道方向，不需要燃料，不需要目標，它只要保持原本的速度，就會一直穿過黑暗。所以旅行者2號的故事有2個生命。第一個生命是它能與地球說話的生命，這個生命即將結束。第二個生命是它作為一個物體在銀河系中漂流的生命，這個生命可能漫長到超出人類理解。在地球上，一切都會慢下來，車會因摩擦停止，球會因空氣阻力落地，船會被水拖住。但星際空間不一樣，那裡幾乎沒有阻力，沒有空氣，沒有海水，沒有地面，也沒有什麼東西會伸手把旅行者2號拉停。所以只要不撞上大型物體，它就會繼續沿着自己的軌道前進，每小時大約 5.5 萬公里，聽起來很快，但在星際尺度上，這其實非常慢。照這樣的速度，它走完1光年，大約需要18000年。你可以感覺到宇宙有多大。在人類眼中，旅行者2號像箭一樣快，在銀河系眼中，它像一粒慢慢飄動的灰塵。那它會撞上什麼嗎？幾乎不會。星際空間太空了。平均來說，每立方公分可能只有少量原子。
這比地球上最好的真空還要稀薄。你身邊的空氣，每立方公分有難以想象數量的分子，而旅行者2號前方的星際介質稀薄到幾乎可以被稱為真正的空無。當然，它仍會遇到塵埃，微小的星際塵埃可能撞上它，在表面留下小坑。數百萬年後，它的外殼也許會變得傷痕累累，像一塊被時間砂紙慢慢磨過的金屬。但這些微小撞擊很難摧毀它，除非它撞上大型物體，例如流浪行星、小行星、彗星核。可是這些東西在銀河系裡相隔太遠，旅行者2號太小，銀河系太大，兩者相撞的幾率低到幾乎可以忽略，所以它很可能會繼續漂流，不是幾年，不是幾千年，而是數百萬年、數十億年，甚至更久。第12章，暗淡恆星旁的一次無聲擦肩。4萬年對人類文明來說已經非常漫長。4萬年前，地球上的人類還沒有城市，沒有文字，沒有農業文明，也沒有任何人能想象未來會有一艘機器飛出太陽的邊界。而從今天往後4萬年，旅行者2號將接近羅斯248。那不是一顆耀眼的恆星，它不像天狼星那樣明亮，也不像太陽那樣溫暖熟悉。它是一顆紅矮星，小、暗、冷，壽命極長。紅矮星是銀河系裡最常見的恆星，它們不炫目，不高調，但它們會存在非常久，比太陽久得多，久到當太陽已經死亡，許多紅矮星仍然能慢慢燃燒。旅行者2號將從羅斯248附近經過，但這個附近只是宇宙尺度上的附近，在人的尺度上，那仍然遠得驚人。它不會掠過行星表面，不會進入某個文明的天空，不會像科幻電影那樣被外星望遠鏡清楚看見。它只會在冰冷的黑暗裡，從一顆暗淡紅星的外圍悄悄擦肩而過。如果那裡真的有行星，如果那裡真的有生命，如果那裡真的有文明，他們也幾乎不可能注意到它，因為旅行者2號太小，不發光，不發聲，不再傳送任何訊號。它就像一粒人造塵埃，穿過另一個恆星附近的夜。這場相遇沒有觀眾，沒有掌聲，沒有訊息傳回地球，但它依然發生。宇宙中很多最壯麗的事，也許從來沒有人看見。旅行者2號沉沒後的第一個重要遠方路標，是一顆叫 Ross 248的恆星。大約4萬年後，旅行者2號會從 Ross 248附近掠過。但附近這個詞，在宇宙裡和在人類生活裡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最接近 Ross 248的距離，仍然大約有 1.7 光年，那是10幾兆公里。如果你把太陽到海王星的距離當成一把尺，那旅行者2號距 Ross 248的距離，仍然是這把尺的數千倍。所以它不會飛進那顆恆星的行星系統，不會看到行星，不會被捕獲，也不會改變命運。它只是從遠方經過，像黑暗裡一粒沒有聲音的塵埃，掠過一盞非常暗的紅燈。Ross 248是一顆紅矮星。紅矮星是銀河系最常見的恆星，它們小、暗、冷，燃燒速度很慢。太陽這樣的恆星壽命大約以100億年計算，但紅矮星的壽命可以長到數萬億年。它們不像藍白色大恆星那樣耀眼，也不像巨星那樣壯觀，但它們非常耐久。宇宙未來最後
一批還在發光的恆星，很可能就是紅矮星。Ross 248的質量只有太陽的一小部分，亮度也比太陽低得多。如果有一顆行星想在它周圍得到足夠熱量，必須靠它非常近，而靠得太近，又可能被潮汐鎖定，一面永遠白天，一面永遠黑夜。再加上紅矮星常常會爆發強烈耀斑，如果那裡有生命，它們必須面對極端輻射與不穩定環境。但對旅行者2號來說，這些都不重要。4萬年後，它早已死寂。它不會測量 Ross 248，不會拍照，不會回傳資料，它只會經過，無聲地經過。第13章，29萬6千年後，天狼星。天狼星是地球夜空中最亮的恆星。對古代人來說，它是季節的訊號，是神話的源頭，是天空中無法忽視的一點白光。但在29萬6千年後，旅行者2號與天狼星之間的關係不會有任何詩意的交流，他不會看見天狼星，他的相機早已關閉，他不會測量天狼星，他的儀器早已死亡，他甚至不會知道自己正在靠近一個雙星系統，他只會沿着被引力輕輕彎折的路徑繼續漂流。而天狼星本身也不是一顆孤獨的星，它有一顆白矮星伴星，天狼星 B， 那是恆星死亡後留下的核心，小到接近地球大小，卻擁有接近太陽的質量。物質被壓縮到難以想象的密度，一查是那樣的物質，在地球上會重得不可思議。這個雙星系統，一顆還在明亮燃燒，一顆已經走向死亡後的冷卻。而旅行者2號，則是一個來自另一顆普通恆星旁邊的人工殘骸。三者在銀河系中短暫接近，然後再次分開，這就是宇宙的尺度。在人的一生裡，一次擦肩可能改變命運。在銀河系裡，一次相遇可能相隔幾十萬年，而且誰也不會記得。更久以後，大約29萬6千年後，旅行者2號會從天狼星附近掠過。天狼星是地球夜空中最亮的恆星，我們在冬夜抬頭，很容易看到它。它明亮、寒冷、藍白，像一顆在夜幕上燃燒的冰冷火焰。但天狼星其實不是一顆星，它是一個雙星系統。天狼星 A 是那顆明亮的主序星，它比太陽更熱更亮，釋放出的能量遠高於太陽。如果太陽被天狼星 A 取代，地球不會變成更美麗的藍色星球，它會變成灼熱地獄，海洋蒸發，大氣崩潰，生命難以存活。而天狼星 B 是一顆白矮星，它曾經也是一顆恆星，後來燃料耗盡，外層散去，核心坍縮成極高密度的殘骸。它的質量接近太陽，體積卻只有地球大小。一查是白矮星物質，如果能帶到地球，重量可能達到數噸。這是恆星死亡後留下的骨頭。當旅行者2號接近天狼星系統時，這兩顆星仍會存在，天狼星 A 仍會閃耀，天狼星 B 仍會慢慢冷卻，而旅行者2號則像一封早已無法打開的信，從遠處飄過。它距離天狼星仍將有數光年，遠到天狼星的引力只能輕輕碰它一下，不會捕獲它，不會讓它轉向，更不會讓它重生。它只會把軌跡稍微彎曲一點，然後繼續前進。第14章，它的未來終究會變得無法預測。人類很擅長計算軌道，我們可以知道月球明天在哪裡，可以預測行星多年後的位置，可以把探測器送到幾十億公里外的目標旁邊。
但當時間拉長到百萬年、千萬年，甚至更久，問題就變了，不是物理定律失效，而是太多細節會累積。附近恆星的位置有一點點誤差，速度有一點點不確定，引力影響有一點點偏差。在100年裡，這些都很小；在1萬年裡，仍然可以處理。可在100萬年後，這些微小差異就會放大，像一條河流開始分叉。一開始只是水面上一點波紋，後來它可能變成完全不同的河道。旅行者2號也一樣，它不是隨機亂飛，它依然服從引力，依然沿着物理定律前進，只是我們無法永遠精確預測它。這件事本身也很有詩意，人類用最精密的計算把它送出地球，但最後它會進入一個連我們也無法完全追蹤的未來。它會從任務變成歷史，再從歷史變成傳說，最後變成一個無法定位的銀河幽靈。我們可以計算旅行者2號幾萬年後的位置，也可以大致推算幾十萬年後它會接近哪些恆星，但時間越長，預測越困難，因為恆星也在移動，太陽正在繞銀河系中心公轉，附近恆星也有自己的速度與方向，有些靠近我們，有些遠離我們，有些會在未來穿過旅行者2號可能經過的區域。要預測100萬年後旅行者2號的位置，需要知道附近大量恆星的精確位置、速度和質量。只要一點點誤差，經過漫長時間都會被放大。10萬年還能推算，100萬年開始不確定，1000萬年誤差巨大，10億年後幾乎不可能精準預測。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旅行者2號不會離開銀河系，它的速度還不夠。它會和太陽、附近恆星、流浪行星、星際塵埃一起，繼續被銀河系的引力束縛。它會繞着銀河系中心運行，只不過它不再跟着地球，也不再跟着太陽。它會成為銀河系裡一個獨立漂流的小物體，一個人造的微小殘骸。第15章，連星系也不是永恆的。我們常常以為銀河系就是永恆的背景，它太大，太古老，太穩定，像一座宇宙中的城市，永遠在夜空裡展開。但事實不是這樣，銀河系也在運動，仙女座星系也在運動，它們正在彼此靠近，速度很慢，慢到人的一生完全看不出變化。但宇宙有足夠的時間，大約幾十億年後，這兩個巨大星系會開始相互撕扯，外圍恆星先被拉長，星流被拋出，星系盤被扭曲，引力潮汐像看不見的手，重新排列數千億顆恆星的命運。這聽起來像災難，但星系碰撞並不像兩個實心物體撞在一起。恆星之間太空曠，真正的恆星碰撞非常罕見。大多數恆星只是互相穿過，軌道被改變。旅行者2號如果仍然存在，也會被捲入這場引力重組。它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不會看見兩個星系合併，不會記錄任何數據，但它的軌道會被改寫。它原本屬於銀河系的路徑會被新的星系結構接管。到了那時，它要去哪裡這個問題已經不再有簡單答案，因為它不只是旅行者2號在移動，整個銀河系都在改變形狀。大約40到50億年後，銀河系將與仙女座星系相互靠近並最終合併。這聽起來像災難，但星系合併並不像兩堵牆相撞，恆星之間距離太遠，
真正的恆星碰撞非常罕見，更可能發生的是引力重新排列一切，恆星軌道被拉長，星系形狀被扭曲，氣體雲被壓縮，觸發新的恆星形成。整個銀河系會像一盤被慢慢攪動的星光海洋。旅行者2號也會在其中，他不會感覺到這場合併。他沒有意識，沒有儀器，沒有電力，但他的軌道會被改寫。路過的恆星、星系合併帶來的引力擾動，都可能讓它的方向變得完全不同。那時，太陽也已經走到生命後期，地球很可能早已不再適合生命。人類是否還存在？沒有人知道，也許我們早已消失，也許我們已經離開地球，也許我們已經變成無法被今天的人類理解的另一種文明。但旅行者2號可能還在，它不再屬於任何國家，不再屬於 NASA， 也不再屬於1977年的那一代人。它會變成銀河系裡一枚極小、極舊、極孤獨的時間膠囊。第16章，金唱片，人類扔進宇宙的漂流瓶。金唱片是旅行者號最浪漫的部分，也可能是最悲傷的部分，因為它從一開始就幾乎不可能被找到。宇宙太大了，旅行者太小了。它不會主動廣播金唱片的內容，它只是帶着它，像一封密封的信，像一個漂流瓶。如果有一天，某個文明真的發現它，他們還必須理解如何播放，必須看懂上面的符號，必須知道時間單位，必須理解氫原子的躍遷，必須從那些線條與刻痕中推測出我們想說什麼。這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可人類還是做了。為什麼？也許因為我們知道被聽見的幾率很低，但我們仍然想留下痕跡。金唱片裡有風聲，有海浪，有鳥叫，有心跳，有不同語言的問候，有音樂，有嬰兒的哭聲，有地球的影像。它不是軍事宣言，不是科技炫耀，不是征服宇宙的旗幟，它更像一句很謙卑的話。我們在這裡，我們曾經活過，我們曾經聽見海，看見山，感受過愛，也曾仰望天空，想知道自己是否孤單。金唱片不一定是給外星文明的，它也許更像是給我們自己的。它提醒我們，在宇宙尺度上，地球很小，人類很短暫，但短暫不等於沒有意義，因為短暫的生命也會試着把自己的聲音送向永恆。旅行者2號身上帶着一張金唱片，那可能是整個任務最浪漫也最悲傷的部分。這張唱片不是為了科學測量，它不是儀器，不是推進系統，也不是導航裝置，它是一封信，寫給未知。唱片是一張鍍金銅盤，裡面保存着地球的聲音、影像、音樂和問候。卡爾薩根和他的團隊曾面對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果只能用一張唱片代表地球，你會放什麼？你要怎麼向一個完全陌生的智慧解釋人類是誰？你要放戰爭嗎？放愛情嗎？放嬰兒哭聲嗎？放鯨魚歌聲嗎？放巴赫嗎？放貝多芬嗎？放雨聲、風聲、雷聲、心跳聲嗎？你要怎麼把整個地球壓進一張唱片？最後，他們放進了多種語言的問候，放進了自然界的聲音，放進了人類活動的聲音，放進了來自不同文化的音樂，放進了地球生命、人體、數學、物理、城市、動物與風景的影像。這不是完整的人類，一張唱片不可能完整代表地球，但它是一個姿態。它像是在說，我們曾經在這裡，我們會說話，我們會聽音樂，
我們會哭，我們會笑，我們會仰望天空，我們會問自己，黑暗深處是否還有別人？有人也許會問，外星文明真的會找到它嗎？答案是，幾率幾乎為零。銀河系太大，旅行者2號太小，它不發光，不再發送訊號，它就像一粒黑色灰塵，飄在一片直徑10萬光年的巨大星海裡。即使有文明存在，也要剛好在正確時間、正確方向，用難以想象的技術發現它，這幾乎不可能。但金唱片真正的意義，可能從來不是一定要被找到，它真正的意義，是我們願意把它送出去。在宇宙面前，人類很小，地球很小，太陽也只是銀河系裡一顆普通恆星。但我們仍然做了一件非常不普通的事，我們把一張唱片裝上一艘太空船，把我們的聲音放進去，把我們的影像放進去，把我們對未知的問候放進去，然後把它交給宇宙。這是一種孤獨，也是一種勇氣。第17章，它真正的終點在哪裡？我們常問，旅行者2號的終點在哪裡？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答案很難。如果你問任務的終點，那也許是最後一個訊號；如果你問科學的終點，那也許是最後一台儀器關閉；如果你問工程的終點，那也許是電力低到無法維持通訊。但如果你問物體的終點，答案就變得遙遠得多。它可能沒有一個清楚的終點，它可能只是一直飄過星際介質，飄過恆星附近，飄過銀河系的變遷，直到某一天，它被微塵一點點磨蝕，或者在極端漫長的時間裡，被某次罕見的碰撞摧毀，或者在更宏大的宇宙演化中，變得無法再被稱為旅行者2號。可是，真正重要的，也許不是它最後在哪裡消失，而是它曾經到過哪裡。它曾經把木星帶回地球，把土星帶回地球，把天王星和海王星帶回地球。它曾經替我們觸摸日球層邊界，替我們進入星際空間。它曾經讓人類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太陽也只是銀河系裡一個小小氣泡的中心。所以，它的終點不是某個坐標，它的終點也許是在所有人類能追蹤它的能力之外。從那一刻開始，它不再屬於任務控制中心，它屬於銀河系。那麼，旅行者2號最後會在哪裡結束？答案可能不是某一顆恆星，也不是某一次碰撞，更不是一場華麗爆炸。他的工作生命會在星際空間中結束，就在離太陽不算太遠的地方。在銀河尺度上，他仍然離家很近，他的電會耗盡，他的無線電會沉沒，他的儀器會停止。這是第一個終點，但他的物理旅程不會結束，他會繼續飛。4萬年後，掠過 Ross 248附近。29萬多年後，從天狼星附近經過，數百萬年後，遇見更多我們今天難以精準預測的恆星。數十億年後，被銀河系與仙女座的合併重新安排軌道。再往後，時間尺度會變得幾乎失去人類意義，恆星會一顆顆熄滅，新恆星誕生會越來越少，宇宙會逐漸變暗。太陽會死，地球會消失，今天夜空中熟悉的星座也會完全改變，而旅行者2號可能仍然飄在某處，金屬表面布滿微小撞擊留下的傷痕，電路早已冰冷，天線仍指向某個早已沒有意義的方向。金唱片沉默地貼在他身上，他不會知道自己代表什麼，但我們知道，
它代表一個曾經在太陽旁邊誕生的文明，代表一群脆弱、短命、好奇的生命。他們還沒有完全理解宇宙，甚至還沒有完全理解自己，但他們已經忍不住把一個小小的使者送進黑暗。結尾，他會沉默，但不會消失。加長結尾，一艘小船穿過無邊黑海。當我們談旅行者2號，其實也在談人類自己。我們太小了，我們住在一顆普通恆星旁邊，住在一顆不算特別巨大的岩石行星上。我們的壽命很短，我們的文明歷史在宇宙時間裡幾乎像一瞬間。可是，就是這樣的生命，卻會問非常大的問題。太陽系外面有什麼？星際空間是什麼樣子？我們能不能把一個訊息送到遠方？有沒有誰會在某個遙遠的時間看見我們留下的東西？旅行者2號沒有回答所有問題，但他回答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人類會不會嘗試？答案是會。我們會把機器送出地球，會讓它飛過巨大的行星，會讓它穿過太陽風的邊界，會讓它在電力耗盡前把最後的資料送回來。然後，即使我們再也聽不到它，它仍然會替我們前進。這就是旅行者2號最動人的地方。它不是永生的，它會失去聲音，會失去感官，會失去與地球的連結，但它不會立刻消失。它會繼續穿過黑暗，像一個被時間放大的告別，像一盞已經熄滅卻仍然向前漂流的燈。也許它永遠不會被找到，也許它會在銀河系中漂流到我們無法想象的未來，也許某一天，在一個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的地方，它會被另一種智慧生命發現。他們會看見那張金唱片，會看見那些符號，會看見一個早已遠去的文明，曾經試着向宇宙自我介紹。如果那一刻真的發生，旅行者2號也不會知道。他沒有意識，沒有記憶，沒有感動，但他會完成一件人類一直夢想的事。他會把地球的痕跡帶到另一雙眼睛面前，而在那之前，他只需要繼續飛，穿過星際空間，穿過沉默，穿過時間，直到宇宙把它帶向下一個無人知曉的地方。今晚，我們跟隨旅行者2號，走過了他的壯麗一生。他從1977年離開地球，靠着罕見的行星排列，完成太陽系外行星的大巡禮。他看見木衛一的火山，看見木衛2的冰，看見土星環的細節，看見天王星側躺的世界，看見海王星黑暗中的狂風，看見海衛一冰冷地表上的噴泉。然後，他離開行星，穿過終端激波，穿過日鞘，穿過日球層頂，進入星際空間。現在，他仍然在黑暗中飛行，但他的時間不多了。某一天，他会發出最後一個訊號，那個訊號會穿越211公里的黑暗，抵達地球，然後我們再也聽不到它。可是，當我們聽不到它時，它仍然存在。它會像一顆人造的幽靈，繼續飄過銀河系，不再測量，不再回報，不再等待指令，只帶着一張金唱片，一段來自地球的聲音。一個已經被時間拉長到幾乎無限的問題：在這片黑暗裡，是否還有誰曾經聽見過我們？旅行者2號也許永遠不會得到答案，但它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因為它證明了人類曾經不只滿足於活在地球上，我們曾經抬頭，曾經發問，曾經打造一艘小小的機器，
把它送向星辰，然後讓它替我們在宇宙中繼續前進。